深夜，一层昏黄的油灯，一位书生翻开一本泛黄的旧书，里面全是鬼、狐、精怪、还魂、报冤。你以为这是聊斋？不，这本书比聊斋还早了整整1500年。你有没有认真想过一件事？中国的鬼故事那么多，人鬼相恋、冤魂复仇、狐狸报恩、死人还阳、书生半夜遇见美人，为什么他们的套路都长得那么像？答案其实只有一个，因为他们都出自同一个祖宗。1700年前，东晋有一位史官，把当时流传在民间的神鬼怪异一条一条的收集、整理、考证，写成了一部书。这部书等于一次就把后世上千年的鬼故事套路全部写好了，复仇的模板、报恩的模板、人鬼恋的模板、还魂再生的模板，一应俱全。可以说，你这辈子听过的每一个中国鬼故事，几乎都能在他身上找到最早的那个影子。他们共同的老家就是这一本书。后来，宋朝的《太平广记》大量抄它，唐朝的传奇小说学他的想象，清朝蒲松龄的《聊斋》接的就是他的香火，甚至连今天你耳熟能详的《白蛇传》《倩女幽魂》，往上追30代祖宗，最后都能追回这一本书。它就是中国志怪小说的开山鼻祖，是几乎所有中国鬼故事共同的母本。而写下它的那位史官名叫干宝，这部奇书就叫《搜神记》。今天20分钟，我带你读完它，看看1700年前的人究竟是怎么把一则一则鬼故事写成了一部流传至今的经典。先说这本书和它的作者，《搜神记》，东晋干宝所撰，成书大约在西元4世纪前半，也就是距今1700年前。它原本足足有30卷，可惜历经战乱散佚，今天流传下来的是后人从各种古书里重新辑录的20卷，总共400多个故事。它的内容包山包海，神仙、方士、妖怪、鬼魅、精灵、感梦、还魂、报应、灾异、祥瑞，凡是不合常理的奇闻异事，它几乎都收了进来。400多则故事，短的不过3两行，长的将近上千字，却几乎条条都写得活灵活现，引人入胜。短短几行，就是一个完整的小世界。作者干宝，字令生，是东晋一位鼎鼎有名的史学家。这一点很重要，请你务必记住。他不是江湖术士，也不是说书艺人，而是堂堂朝廷的史官，奉命执掌一国之事。他写过一部编年体的《禁记》，雪饰精炼，包枕公寓，当时的人读了都称赞他是难得一见的良史。那么问题就来了，一个治学严禁的历史学家，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编一部鬼故事集？这正是《搜神记》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干宝的时代，志怪并不等于迷信，而是一种认真的记录，记下这个世界上那些正史不谢收，却真实流传在百姓口中的另外一半。他用写史的态度，一笔一笔写下了人心里的鬼神。也正因为这份实笔的认真，《搜神记》才不只是一堆吓人的怪谈，而成了一部有分量、有温度、更有人性的经典。干宝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自己在序里说了缘由，而这缘由的背后，还藏着2件震撼他一生的亲身经历。第一件事就发生在他自己家里。他父亲生前宠爱一名婢女，等到父亲过世下葬时，母亲出于积压多年的嫉妒，竟趁人不备，把这名活生生的婢女一起推进了墓穴陪葬。10几年过去，家里要迁葬，重新打开墓门，打开袋了，那名婢女竟然还活着。她说自己这些年就像睡着了一样，恍恍惚惚，一直有人瞪她饮食，也不觉得饿。这件离奇的事让年少的干宝第一次对死亡起了疑问。
第二件事是甘宝的哥哥，他哥哥有一回得了疾病，突然气绝身亡，连身体都凉透了。家人正张罗着后事，过了好几天，他却又悠悠醒转，说自己这段时间亲眼看见了天地之间的鬼神之事。这两件发生在至亲身上的怪事，让甘宝对生与死之间到底有什么，再也无法视而不见。他在自序里坦白，自己是有所感起，是用发焚烟。正是受了这样的震动，才下定决心要把天下这些奇异之事一一记录下来。他要证明的不是怪力乱神有多么可怕，而是这个世界远比我们以为的更加神秘，更加深邃。他把用意说得很明白，写这部书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污也。把这些一一记录下来，至少足以说明神道这件事并不是凭空捏造的稳言。这就是《搜神记》最初的那颗心。不过甘宝到底是史官出身，他心里非常清楚一个问题，这些神鬼怪异之事很多都是卢转听来的，该怎么保证真假？在自序里，他表现出一种历史学家难得的诚实。他说，古往今来的传闻本来就众说纷纭，同样一件事，不同的史书都可能记出完全不同的版本。闻见之难，由来上矣。要把耳朵听到、眼睛看到的事查得准确无误，这种困难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他甚至老老实实地承认，这本书里收的故事，如果有承袭前人记载而出错的，那不是我的过错；如果是我采访近代传闻而有虚假差错的，我愿意和前代的贤者大儒一起分担这被人奇笑的骂名。这份坦白待在一本满纸神怪的古书里，显得格外清醒，也格外可贵。他宁可承认自己也可能出错，也不愿为了吓人就把假的说成真的。你看，他从不装神弄鬼，也不敢打包票说句句属实。他真正在意的是所失者小，所存者大。就算个别细节未必全对，但只要能把这一整片被正史忽略掉的世界保存下来，就值得。这种态度其实非常现代，很像今天一位认真的民俗学者或一位严谨的纪录片导演。他不是要骗你撵去信鬼，而是要替一个时代忠实保存下他所相信的、所恐惧的、所盼望的东西。也正因如此，《搜神记》才有了超越怪谈的史料价值。他记下的不只是鬼，更是1700年前人心真实的样子。接下来进入正题，我们就来看看这本书到底写了些什么样的故事。第一个，也是最有名的一个，干将莫绝。干将和莫绝是一对胄剑的夫妻。楚王下令要干将替他胄剑，干将花了整整3年才胄成一雌一雄2把绝世宝剑。可他早就料到楚王会嫌他胄剑太慢，一拿到剑就翻脸杀他灭口。于是他留了个心眼，只献上那把雌剑，把雄剑偷偷藏了起来，并交代怀着身孕的妻子，将来孩子长大要用这把剑替父亲报仇。果然，楚王一拿到剑就把干将杀了。孩子生下来是个男孩，取名叫赤，天生眉心之间宽得出奇，人们都叫他眉间赤。赤长大后取出父亲藏下的那把雄剑，日夜都在盘算着怎么替父报仇。这股滔天的怨气竟一路通到了楚王那里。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楚王梦见一个眉间足足1尺宽的少年，扬言要来索命，吓得悬赏千金要买他的人头。走投无路的赤在山中遇到一位陌生侠客，侠客对他说，只要你把你的头和这把剑交给我，我替你去报这个仇。赤竟然毫不犹豫，当场自刎，双手捧起自己的头和那把雄剑，郑重奉上。侠客提着人头去见楚王，设法骗楚王凑近去看那颗在滚水里怎么也煮不烂的头，趁机一剑砍下楚王的头，随后自己也自刎，3颗头一起落进沸腾的大锅，3手俱烂，不可识别，煮到再也分不清谁是谁，最后只能合葬在一处。这就是有名的3王墓，一个关于承诺、天生与复仇的故事。1700年后读来，依然叫人惊心动魄。第二个故事，主角是一个小女孩，
他的勇敢就算放到今天也依然让人震撼。李记斩蛇。东岳府中有一座雍莲，山里盘踞着一条巨蛇，凶猛异常，当地人怕得要命。官府和巫祝想不出办法，只能每年献上一个少女送进山里给那条蛇吃，换一方平安。就这样一连9年，9个花样年华的女孩先后被送进了蛇口。到了第10年，官府又开始四处张罗，寻找可以充当祭品的童女。江乐县有户人家姓李，生了6个女儿，没有一个儿子。最小的女儿叫李记，她听说这件事，竟主动站出来说要去应征当那个祭品。父母当然是死活都不肯，李记却对他们说出一段既让人心疼又让人心惊的话：女无题营祭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死。我这个女儿既没有像题营救父那样的本事，又不能好好奉养你们，白白浪费家里的粮食，活着也实在没什么用处，倒不如早点去。话说得无比悲凉，可他的心里其实藏着一个周密的计划。他向官府要来一把锋利的好剑和一条会咬蛇的猎狗，又备好几团拌了蜜糖的米团，放到蛇洞口引诱。巨蛇闻到香味爬了出来，李记先放狗上前撕咬，自己趁机从背后挥剑猛砍。一个瘦小的女孩竟真的把那条吃了9年人的巨蛇活活砍死了。他走进阴森的蛇洞，找出9个女孩的头骨，一个一个抱出来，轻轻叹道：你们啊，就是太胆小了，才会白白被他吃掉。从此自是东野无复妖邪之物，这一带地方再也没有妖邪作祟。越王听说了这里件事，敬佩之余聘她做了王后。一个1700年前的女孩，用一把剑砍掉了吃人的迷信。第3个故事，你一定听过它的变形版本：董永与七仙女。而这个家喻户晓的传说，它最早的原型就藏在《搜神记》里。汉代有个叫董永的年轻人，家里很穷，从小就失去了母亲，跟父亲2个人相依为命，靠着种田勉强度日。后来父亲也过世了，董永穷的连办一程像样的丧事，买一副棺木的钱都拿不出来。走投无路之下，他做了一个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的决定：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把自己卖身给富人家去当奴部，换一笔钱，好好安葬父亲。主人被他的一片孝心打动，先给了他1万钱，让他回去把丧事办妥。3年守丧期满，董永信守承诺，准备到主人家去履行当奴部的义务。就在路上，他遇见了一名女子，那女子竟主动开口说愿意嫁给他做妻子。于是2人便一同前往。主人说：钱我早就送给你了，不必还。董永却坚持要报这份恩，说自己的妻子很会识布。这位妻子于是替主人家织布，只用了10天就织出上百匹细密的丝儿，一举还清了那笔债。事情办完，2人走出主人家门，女子这才对董永说出真相：我天之侄女也，援君至孝，天地令我助君重代耳。我是天上的侄女，正因为你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天地才派我下凡来帮你把债还清。话一说完，他便凌空飞起，转眼消失不见。一个孝感动天的故事，就这样流传了1700年，化成戏台上、银幕上无数个七仙女下凡的版本。讲完这3个故事，你可能已经隐隐发现，他们的情感结构，我们其实一点都不陌生。承诺与复仇是干将莫邪，舍身与孝行是董永，弱女屠妖破除迷信是李记。这些母题后来被中国人翻来覆去讲了1700年，而《搜神记》正是把它们第一次固定下来的那一本书。它就像一座巨大的圆形仓库，后世几乎所有的鬼故事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祖形。你看，人鬼相恋，书里有一则子玉，说的是吴王的小女儿子玉爱上了书生韩崇，却被父亲横加阻拦，最后兀兀而死。他死后魂魄还与情人相会，纵他明珠，这就是后来牡丹亭还魂、倩女幽魂、人鬼恋的老祖宗。
你看，聪明人斗鬼，书里有宋定伯捉鬼，一个年轻人半夜遇到鬼，非但不害怕，反倒把鬼一路连哄带骗卖了换钱，机智又好笑，活脱脱是后世无数不怕鬼故事的先声。你再看至死不渝的爱情，书里有韩平夫妇，夫妻二人先后殉情，坟上长出2棵大树，树枝在空中相交，树根在地下相缠，还有一对精羊僧在树上日夜哀宁，这就是相思树连理枝的由来。甚至连精怪报恩，受人一饭之恩，一念之慈，变化成人形，不惜以命相酬的灵物故事，也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源头。在那个时代的笔下，仿佛万物皆可成精，皆可有情。复仇、报恩、人鬼恋、还魂、斗鬼、殉情，你能想到的鬼故事套路，这本书早在1700年前就替后人一一写好了模板。但《搜神记》如果只是一座套路的缩库，它绝不会流传这么久，这么深入人心。它真正动人的地方在于，这些光怪陆离的故事背后，藏着的是一个乱世里最真实、最柔软的人性。干宝所在的东晋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西晋刚刚覆灭，中原陷入大乱，朝廷仓皇南渡，战争、瘟疫、饥荒接连不断，让死亡变成了寻常人家的日常。在那样的年代，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想问一个问题：人死了以后究竟去了哪里？死亡难道真的就是一切的终点吗？于是你会发现，《搜神记》里数量最多的其实并不是那种吓人的厉鬼恶煞，而是还魂再生的故事。死去的人又活了过来，离散的爱人终于重逢，含冤的灵魂最后得以昭雪。这些故事与其说是迷信，不如说是一整个时代对死亡发出的一场温柔的抵抗。他们背后是乱世里的平凡人对来世与团圆最卑微也最深切的渴望。而更难得的是，在这本书里，庶民、女子、弱者全都是有声音、有分量的。底记一个小女孩能斩蛇，能当王后；天上的庶女愿意为一个孝子下凡，含冤儿子鬼魂也终究能讨回公道。这些平凡人的悲欢与冤屈，第一次被人如此郑重地写进了一本书里。在那个正史只肯记载帝王将相的年代，《搜神记》默默替那些没能被历史记住的小人物留下了一个位置，这才是志怪真正沉甸甸的重量。那么，《搜神记》到底影响了后世多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几乎凭一己之力定义了中国志怪这一整个文学传统。我们往后看，整个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一本接着一本冒出来，几乎全是他的追随者、模仿者。后人甚至把他奉为这一类作品的鼻祖。到了宋代，官方亲力编纂的大型类书《太平广记》，一口气大量收录《搜神记》的故事，等于替他做了一次国家级的保存与加冕。再到唐朝，文人把志怪从单纯的记录升级成有情节、有人物、有起伏的创作，而那份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源头正是《搜神记》。一路到了清代，蒲松龄写下《聊斋志异》，明明白白就是在接续这条香火，所以后人才会说，没有《搜神记》就没有《聊斋》。《聊斋》里那些人狐项链、书生夜读的名篇，骨子里的套路几乎都能在《搜神记》里找到最初的心形，而这条血脉一直流淌到了今天。《白蛇传》里的人妖之恋，《倩女幽魂》里的书生遇鬼，无数影视剧与游戏里的还魂、附身、精怪报恩。从《倩女幽魂》、青蛇到今年的仙侠剧《国漫》与《电鳗》，他们的最上游其实都是这部1700年前的小书。干宝大概怎么也想不到，他当年为了发明神道之不污而写下的这些故事，绘画成一整个民族讲了将近2000年，至今仍讲不完的想象力宝库。从竹简到书页，从戏台到荧幕，这条想象力的长河1700年来始终不曾断流。一部志怪，半部中国幻想文学史。《搜神记》读到最后，我想跟你聊聊，它留给今天的我们究竟是什么？说真的，我们早就不信有蛇妖、有智女、有还魂了。那读这些古老的鬼故事，到底还有什么意义？意义就在于每一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底下，都埋着一个非常真实的属于人的愿望。干将莫邪的复仇
是人对不公不义的那口不甘；董永的稚女是人对善有善报的那份盼望；李绩的斩蛇是一个弱者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倔强；子玉的还魂是爱一个人爱到死都不肯松手。这些藏在鬼故事里的愿望，对公道，对善报，对不认命，对真爱，跨越了1700年，其实和今天的我们并没有什么两样。人类为什么几千年来一直都需要鬼故事？因为鬼故事其实是我们把心里最深的恐惧和渴望悄悄说给自己听的一种方式。甘宝用手里的一支石笔，替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保存下了他的想象力，也替所有平凡的无名的人留下了一句潜台词：这个世界远比你以为的更深。好，20分钟到了。如果这趟志怪之旅让你有收获，记得订阅频道。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和。下一集我们要从神鬼的世界一脚踏进江湖与公堂，一部把侠客、清规、奇案融于一路的武侠公案经典《三侠五义》。最后也在留言区告诉我，干将莫邪、李绩斩蛇、董永稚女这3个故事里，哪一个最打动你？我们下集见。